很多人都认为，要说最有特色的美女，一定得看80年代的港台女星，那个时代的美是带着灵魂的。我们随口一说，林青霞的英气，王祖贤的明浅，关之琳的华贵，李嘉欣的冷浅，每一个都是一眼认出，一辈子忘不掉。这在易经里叫各正性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才能独树一帜。但在那个绝色女星同台竞咬的璀璨年代，整个香港演艺圈却流传着这样一句铁律：你再红也红不过钟楚红，再发也发不过周润发。大家想想看，能和那个年代的周润发齐名，放眼整个港台影视圈，只有他一个人。当时的媒体更是直接封她为香港第一美女。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八字里带着极强大运、命格极高的女人，却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继续称霸影坛的时候，悄悄地吸引了。没有盛大的记者会，也没有昭告天下。有人问她当年怎么死得退出，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重要。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境界极高。老子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一个处于绝对巅峰的女人，甘愿敛去所有锋芒，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智慧？而在她最红的那些年里，据公开报道，成龙曾经热烈地追求过她。这段往事让从来不争不抢的钟楚红差点陷入一场他完全不知情的电局。后来发生的事让整个香港娱乐圈都震惊了。一个从来不亏欠任何人、前进通透的女人，却要承受常人看不见的沉重命运。很多人看不懂，甚至会抱怨，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今天我们就用天道因果的视角，深度盘一盘钟楚红的一生，看看这其中藏住怎样令人震撼的改命真迹。易经里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人能不能承载后半生巨大的名利，全看他早年的地基打得有多深。如果你去过香港，一定知道重庆大厦是什么地方。那绝对不是什么高尚住宅，而是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整栋楼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钟楚红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的父亲做时装和装修的小本生意，家里6口人，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宽裕。作为家中长女，她从11岁开始就帮父母打理生意。11岁啊，现在很多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沙雕，但她不是坐在那里当花瓶，而是真的学会了干别珠宝、看成色、辨真假。在那个年纪，她就已经在市井的摸爬滚打中明白了一个硬道理：漂亮是天生的，但本事是要自己争的。这就是命理学中常说的早年吃苦，中年必发。因为这种在底层淬炼出的心性是极具韧性的，这就叫厚德。有了这个德，未来才能载得住大福报。直到他19岁那一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妈妈替他报名参加香港小姐选拔。在那个年代的香港，港姐选美是多少？女孩改变命运的入场券。朱玲玲靠着选美摇身一变，成了豪门贵妇。赵雅芝从港姐走出来，成了整个华语圈最优雅的女人。那个舞台站上去，人生就彻底翻盘了。妈妈看着自己的女儿，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生得这么好，不出去见见世面，太可惜了。可是钟楚红从小性格内向，根本不习惯大场面。决赛那天，在走台步的时候，因为高跟鞋不熟练，她走错了位置。结果呢，只得了个第4名，没有进前3，没有豪门的故事，没有一夜改变命运的剧本。她站在那个舞台上，
知道自己没有拿到那张入场券赛后，他去无线电视试镜，因为压力太大，说话不利索，试镜也失败了。大家想一想，进演艺圈最宽的2条路，选美和试镜全都堵死了。换做一般人，是不是早就心灰意冷，认命回家，继续打理小铺子了？但天道往往是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反向操作。易经讲，否极泰来。当所有常规的路都堵死的时候，往往也就是生机出现的时候。就在钟楚红试镜失败，走出电视台的那一刻，一抬头，他撞上了前面的一个男人。这个人是当时香港演艺圈赫赫有名的影帝刘松仁。刘松仁看了钟楚红一眼，认出了这就是刚刚落选的港姐，也知道她刚刚试镜失败。但是刘松仁的眼睛毒啊，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孩身上有一股极具爆发力的独特气质。他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把她引荐给一个正准备拍第1部电影的年轻导演。那个导演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杜琪峰。你看命运这件事是不是很奇妙？港姐没选上，试镜也失败，她本来已经跟娱乐圈断了关系了，却偶然撞上了改变她一生轨迹的贵人刘松仁。这就是佛家讲的因缘和合。你的福报不到，硬求是求不来的；福报一到，随便撞个人都是来度你的菩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一个入场券，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钟楚红进入电影圈的第1天，根本没有人对他抱有太大的期望。他没有科班背景，没有正统的表演训练，只是一个被人引荐进来的新人。那个年代的香港片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张漂亮脸孔被带进来，今天红，明天就被人忘了。但钟楚红有一点和所有人都不同，她拥有着别人学不来的东西。开拍前，她随手把头发拨乱，理一理衣领，走到镜头前。导演喊开始，她不用培养情绪，直接1秒入戏。她走到那里，镜头对准她，那个角色就活了。当时在旁边目睹这一切的张曼玉，直接看傻了眼。这种天赋不是你努力就能换来的，但如果只有天赋，在那个极其残酷的片场里，依然是不够的。我们来看看他巅峰时期有多可怕。1988年，他1年拍了13部电影，大家听清楚，是1年13部。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工厂拍戏的速度快得像流水线，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准备，演员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交出最好的状态。但最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高强度的压榨下，钟楚红没有糊弄过任何一个镜头。在流金岁月里，他和张曼玉同场，但他的光芒完全盖过了张曼玉。钟楚红演复杂而悲伤的感情戏时，感染力极强。导演杨凡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连喊卡都忘了。到了他影史生涯的最高峰，那一年他27岁，在电影《秋天的童话》里，他与周润发再次合作。从影以来，这已经是他们第6次出演情侣，因为这样的组合是当年票房的绝杀。他和周润发之间有一种旁人学不来的张力。2个人站在一起，荧幕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默契，不用台词，观众就已经信了。《秋天的童话》至今仍被选为100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之一，是公认无法超越的华语爱情文艺经典。但是大家注意，天道既满，人道既全。易经里乾卦讲亢龙有悔，就是说凡事不能到绝顶，到了绝顶就有遗憾。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型的超级巨星，他的演艺生涯里却有一座永远越不过的高山。你们听过霞玉芳红吗？那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圈对4个最顶级女人的合称：林青霞、
金马奖影后；梅艳芳金像奖、金马奖饲料影后；张曼玉金像奖5座，金马奖4座，后来更是亚洲第一位康城影后。唯独钟楚红在金像奖和金马奖都有多次提名入围，却永远都差那一步，永远拿不到这些奖。记者追问他是不是很遗憾，他笑着回答：没有得奖，就是我演得还不够好。一个在那个年代最红的女人，用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把所有人的惋惜轻轻接住，然后彻底放下。这是一种极高的修为。她懂得给自己留白，不把所有的福报都占尽。易经第63卦是既济卦，讲的是事情达到完美状态后，往往就是危机的开始。万丈红尘中，处处是陷阱。钟楚红的美貌和随和的个性，必然会引来数不清的狂风浪蝶。在感情方面，她身边从来不缺机会，更少不了各种致命的诱惑。富商捧着鲜花来，片商捧着剧本来，有人要给她名利，有人抢着给她安全感。在那个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很多人就是在这些诱惑里一步步失去了自己。但钟楚红没有。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成龙。1983年，成龙与钟楚红拍新电影，就在那个片场，成龙看上了他，他对钟楚红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在剧组里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旁人看在眼里，都以为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但外界不知道的是，据公开报道，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82年12月，成龙已经在美国洛杉矶和台湾女星林凤雕秘密结婚了，而且儿子房祖名也已经出生了。这段婚姻对外间是完全保密的。换句话说，成龙在片场追求钟楚红的同时，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一个外人不知道的家。后来消息还是传了出去，钟楚红这才如梦初醒。他发现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走进了一段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关系。那种冲击对一个极其洁身自好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女人的自尊心被人踩在地上的感觉。她是怎么做的？她没有哭闹，没有公开撕破脸，而是立刻断绝往来，一刀两断。连五福星的续集片约，她也一夕又推掉。她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不想让自己和这段关系再有任何一点牵连。当时有人说她傻，那可是成龙的片子，是整个香港票房最有保障的系列电影。但钟楚红从来不是那种会为了利益委屈自己的人，她宁愿失去工作机会，也要让自己清清白白。歌王林子祥也追了她2年，同样因为对方有家庭，钟楚红明确拒绝，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外界曾传出有富商开出7位数港元，只求与他共进一顿晚餐。他说：让我为了钱去跟人交朋友，我才不干这种事，志趣不相投，再有钱都没有用。这句话说得太前脆了，说得让人觉得这个女人骨子里有一种旁人拿不走的自重，她对朋友也是一样的态度。导演杨凡拍《流金岁月》，为了宣传，电影公司想把钟楚红的性感泳装照拿去给花花公子当封面。旁人劝他不必牺牲形象，他却说：杨凡是用自己辛苦钱拍戏，需要帮助，我完全不计较。那些照片直接发出去发布了。后来杨凡想拍《玫瑰的故事》，原定女主角是张曼玉，但他想换成钟楚红。钟楚红知道后婉转拒绝了，他说：张曼玉是他的好朋友，这个角色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我不会去抢。这种正义感在整个娱乐圈有几个人能做到？但偏偏就是和张曼玉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撼的往事，也是命运弄人的事。2个人曾经是闺蜜，好到几乎每天见面，签同一个经纪人，一起拍戏，
出双入对。但1987年，张曼玉在一次采访里，无意中透露了钟楚红和朱家鼎同居的消息。钟楚红极度重视私隐，那段感情一直守口如瓶，偏偏被最信任的朋友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出去了，他非常愤怒。一气之下，他没有忍，在另一个采访里说出了张曼玉和导演尔冬升的秘密恋情。消息登上头版，张曼玉震怒，公开宣布与钟楚红断绝来往。两个人就这样闹僵了。易经讲，急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其实就是人在情绪激动时造下的口业。但这段插曲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张曼玉无意中说出去的那个名字朱家鼎，就是这个人在那一年走进了钟楚红的生命，也写下了他命运中最重的一笔。朱家鼎是一个广告界的风云人物，他带来了一句话，一句让两岸三地所有人都记住的话，那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而钟楚红当时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后来会成为他这一生最真实的写照。那一年，钟楚红31岁，她是整个香港电影圈最红的女人，片月排到看不见尽头。每一个导演都想和她合作，每一个制片都想把她的名字放在海报上。但就在那一年，她做了一个决定。1991年12月10日，在美国罗德长州圣百兰天主教教堂，他们办了200多万港元的婚礼，在美国悄悄办的，没有邀请香港媒体，没有公开宣布消息。消息传回香港，整个娱乐圈都震惊了。不是震惊他结婚，而是震惊他选择了谁？朱家鼎。香港广告圈的才子，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事业，但论财富、论地位，在那些追求过钟楚红的人里面，很多人觉得他配不上他。但钟楚红自己怎么说？他说，拍戏虽然好玩，但我从没做过人家太太，不如试试看。就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最普通不过的事。但你听清楚了吗？他说的是不如试试看，不是因为爱得死去活来，不是因为非他不嫁，而是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人值得他把最好的时光交给他。婚后，他几乎彻底淡出了屏幕。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开始学做饭。朱家鼎喜欢吃什么，他就学什么。那段日子，两个人一起出席活动，一个风度翩翩，一个优雅动人。旁人看着都说，这才叫真正的神仙眷侣。但人生无常，天道轮回，钟楚红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剩多少。2006年，朱家鼎开始销售，不是普通的销售，是那种让你看一眼心里就沉下去的销售。脸签凹进去了，眼眶深了，衣服开始空荡荡地挂在身上。钟楚红陪他去求医，媒体拍到他们走出诊所的照片。朱家鼎已经瘦得让人认不出来，钟楚红走在他旁边，脸上戴着墨镜，表情平静。记者问他，你老公是不是病了？钟楚红说，没有，只是在减肥。他在说谎，但那个谎言里有一种旁人看了会心疼的东西，那就是钟楚红不想让朱家鼎难堪，不想让外面的世界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把镜头对准他。确醒的消息还是传出来了，那个病是大肠癌。他带着他列尔转香港、台湾、美国遍放名医，试过所有能试的治疗方法，每天给他做5顿饭，给他榨豆浆，只要他愿意多吃一口，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放弃。那段时间，他承受的重量没有人看得见，只有一个细节被记者拍到了，钟楚红的头顶开始脱发。
不是少量脱发，是那种因为长期极度焦虑，身体承受不住才会出现的脱发。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守着那个人，但有些事情不是用力就能留住的。2007年8月24日，养和医院朱家鼎走了，终年53岁。临走前，他用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握住了钟楚红的手。他说了4个字：你要坚强。就这4个字，那是他给他的最后一句话。葬礼那天，周润发夫妇第一时间赶到，帮忙打点一切。钟楚红全身黑衣，戴着墨镜，闪光灯对着他，他不知所措，手里拿着手帕，不停地擦眼泪。那是他丧夫后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后来周润发把他揽进怀里，他在他怀里哭了，没有台词，没有解释，只有一个拥抱。但在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拥抱里装了多少年的情谊，装了多少他一个人撑不住的重量。葬礼之后，钟楚红整整4个月穿着校服不肯换，整个人瘦成一道影子。每天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合上眼就是噩梦。好几年他都走不出那个洞。那段时间，他几乎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不见人，不接电话。告别仪式上，钟楚红说了一段话，你知道吗？你给了我人生最精彩的20年，让我认识到人生的真善美。最宝贵的是，我曾经拥有你，直到永远。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写这句话的人用自己的离去，让这句话有了最深的重量。朱家鼎走了之后，外界都在等着看一个无儿无女、独居多年的女人接下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有人说她一定撑不住，有人说她一定会再嫁，有人说朱家鼎走了，钟楚红什么都不是了。但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她到底有多痛。后来她在一次采访里说了一句话，只有那些真正痛过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最绝望的时候，一些危险的念头不止一次划过他的脑海，想过就这样算了吧，但他没有。是朱家鼎最后那4个字把他拉回来的，你要坚强。那4个字他一直记得，记得朱家鼎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用怎样的眼神看着他的，他不能让他失望。朋友们知道他的状态，悄悄地轮流陪着他。周润发每个星期固定约他去爬山，不是去开解他，不是去劝他，想开点就是爬山。2个人走在山路上，聊花草，聊天气，聊今天山上的风景有多好。就这样慢慢地把那个洞一点一点填回来。差不多4年，他才慢慢地把自己捡回来。但他没有用再婚来填补那个空缺。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考虑再嫁，他说，不是因为承诺，是因为爱情仍在，是我自己心中的感觉。又有人问他，你不寂寞吗？他说，我不是享受孤独，我是享受独处。这2句话差1个字，但差了整个境界。孤独是被迫的，是心里空了一个洞，填不满。独处是选择的，是清醒的，是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选择了后者。朱家鼎生前是个摄影发烧友，喜欢用镜头捕捉世界。他走了之后，钟楚红背起了他的相机，他去了冰情，他飞到肯尼亚。他说，这是替他去看他没看过的风景。你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觉？他没有把他忘掉，他把他带在身边，带去了这个世界上他来不及去的每一个地方。那一串佛珠手串是1991年婚礼那天朱家鼎亲手为他戴上的，3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摘下来过。有记者问他，你幸福吗？他对着镜头，眼角有细纹，眼神却亮得让人移不开视线。他说，
我的幸福不需要向谁证明。他还说，他至今仍然会做梦，梦到朱家鼎来找他。两个人谈笑风生，闲话家常。有一次他很想去旅行，却犹豫要不要去。那天晚上朱家鼎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去。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不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不是我爱了你多少年，不是我为你付出了什么，而是他走了之后，你每一天醒来，心里还有他，眼睛里还有他。钟楚红用他这一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朱家鼎走后2年，他做了一件事，他去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说，我在想将来去到天堂可以和他重聚。他还把时间交给了这个世界，投身环保不是为了曝光，不是为了形象，就是真的在乎。他被委任为地球之友社区活动统筹。后来香港唯一一个回收纸包饮品盒的机构面临关闭，他亲自跑去厂房参观，呼吁政府为环保多出一分力。他公开反对明日大义发展计划，说那是有1天1的大工程，会让香港独特的面貌消失。他做这些，从来没有人替他宣传，也不需要。然后是他对自己的态度，那个曾经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的女人，到了60多岁，拒绝医美，拒绝修图。拍广告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在合同里加一条禁止用 AI 修饰他的脸。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人总是要老的，那种从容不是不在乎，是真正接受了，接受自己会老，接受岁月会在脸上留下痕迹，接受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样子。现在的他66岁，他说，生活好丰富，好开心，我没啥缺的。你说这句话容不容易说出口？一个失去了最爱的人，没有儿女，独居多年的女人说出我没啥缺的，不是因为她什么都有，而是因为她知道她已经拥有过这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就在不久前，有人在香港街头逛街，偶遇了钟楚红。她素颜短发走进一家店，主动和每一个店员打招呼说，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理我，让我自己逛逛。那个人认出了他，问可不可以合影。他爽快答应，然后问，你是不是在香港工作？再问你爸爸妈妈好。那个人后来在网上写道，我对他说，请千万要幸福。他说，我会的，你也是。这就是钟楚红，不是屏幕上风情万种的红姑，不是那个让整个时代都为她疯狂的女人，是这个素颜走在街上，和每个店员打招呼，问候陌生人父母好的女人。那么这样一个女人，她这一生受过的苦，天道究竟是怎么看的？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钟楚红这一生从来没有亏欠过任何人，感情上洁身自好，对朋友有情有义，对这个世界善意满满，但她却痛失挚爱，晚年孤独，一个人走过这么长的岁月，难道好人真的没有好报吗？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过，不只是钟楚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善良了一辈子，却偏偏要承受最重的苦，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不公平。但佛家给了我们一个更深的视角，佛家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这句话是整个因果轮回最核心的道理。你今生受的一切苦也好，乐也好，得也好，失也好，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是前世种下的因，今生来受的果，不是常法，是还债，是因果在流转。所以钟楚红今生受的苦，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是前世的因，今生在还，而他还得前进，还得完整，还得无怨无悔。他没有用痛苦去怨恨任何人，没有用孤独去逃避任何事，没有用失去去否定那16年的美好。
他只是把这一生的账还得清清楚楚。三世因果不只是说前世的灾，他说的还有今生种下的因。钟楚红这一生种下了什么？他在感情上守住了自己，成龙已婚，他立刻断。林子祥追他2年，他明确拒绝，有富商开出7位数港元，只求与他共进一顿晚餐。他说：“让我为了钱去跟人交朋友，我才不干这种事。”志趣不相投，再有钱都没有用。这句话说得前脆，说得清醒，说得让人觉得这个女人骨子里有一种旁人拿不走的自重。她对朋友也是同样的态度。导演杨凡拍《流金岁月》，为了宣传，电影公司想把钟楚红的性感泳装照拿去给花花公子当封面。旁人劝他不必提升形象，他说：“杨凡是用自己辛苦钱拍戏，需要帮助，我完全不计较。”那些照片直接发出去，发布了。后来杨凡想拍《玫瑰的故事》，原定女主角是张曼玉，但他想换成钟楚红。钟楚红知道后婉转拒绝了。他说：“张曼玉是他的好朋友，这个角色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我不会去抢。”你想想，这种正义感，在整个娱乐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他把今生能做的每一件善事都做尽了，把每一份情谊都守住了。天道至公，他用一生的克己、修德、惜福、修口，拒绝了万丈红尘里的贪念，彻底把命运的考卷达到了满分。人活一世，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远离贪念，修德惜福，才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世间行走最根本的改命真基。